这段时间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基本上已经成了专门的蓬佩奥先生谣言的辟谣的场所。关于所谓病毒由武汉实验室泄露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么现在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顶级的科学家和医控专家，包括美国顶级的这个疾控专家福奇先生呢，都公开否认了蓬佩奥的先生的这个说法。但是他的确还是在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谎言。问题是，其实我们已经问了好几遍，证据在哪里？如果有的话，就赶紧拿出来。我昨天已经介绍过了，武汉的 P4实验室呢是中法政府合作的项目，从设计、建设到管理都严格的按照国际的标准。而且第一批实验人员呢，都是在美国和法国的实验室接受的培训。每年这个实验室的设施和设备也都要经过由国家认定的第三方进行检测。那么，作为全球正在运行的数十个同样等级的 P4实验室之一，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是坚持国际合作。那么，它同世界各国开展了交流合作，坚持科研信息的及时公开共享。我昨天也讲到，去年1年，武汉所就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70多人次的这种访问。那么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已经长达了15年的美国生态健康联盟总裁、病毒专家达斯扎克呢，今年4月也公开的表示，根据他长达15年的合作，武汉病毒研究所尚不具备引发疫情的病毒。我们这个事实陈述已经很多次了，但是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蓬佩奥先生没完没了的抹黑攻击我们中国，我们也只好被逼去接美方的老底了。但是我想声明一下，我要说的可都是根据公开的可以找得到的美方媒体的报道，不是什么虚假信息，也不是相互攻击。包括你们报道原因的时候，可一定要认清事实，不要乱扣帽子哈。根据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信息，那么现在在世界上代表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 P4实验室，中国只有2家。那么根据美国今年2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今年2月的统计，美国目前有13家正在运行、扩建或者规划当中。就 P3实验室而言，美国有1495个，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地区和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多家的生物实验室。而且还有一个事实，大家也应该知道，美国是唯一一个迄今在独家阻挡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那么根据今日美国报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这些接触可能导致直接的接触者被致命的病毒感染，病毒经由这些个体传播到社区，形成流行病的疫情。根据美国审计署的一份报告，在过去10年中，这还是2009年的报告，网上可以查到，过去10年当中，美国的 P3实验室发生了400起事故。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性问题是美国监管机构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而且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在乌克兰设立有16家生物实验室，那么其中有些所在地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麻疹等危险的传染病。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也有人提到的，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发中心位于马里兰州的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今年7月份被美国疾控中心调查并关闭，理由就是这个基地未能落实和持续执行保证特定物品或病毒安全的控制措施。那么今日美国报在报道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的时候呢，认为发生事故以及有过病毒泄露的实验室在美国似乎是一个常态，这些风险可能正在蓄势待发。那么根据美国媒体自己的报道，这个德克里特堡附近的地区啊，在这个基地关闭不久之后，就爆发了莫名其妙的电子烟疾病，随后造成了大流感，在美国造成了至少3200万人感染，其中1.8万人死于流感相关的疾病。那么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的公开的承认，有部分的流感病例、死亡病例实际上感染的是新冠
肺炎。那么这些不是猜测，也不是我的话，都是从网上可以查得到的美国媒体的报道，我只不过给大家援引一下。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注意到，包括美国国内还有国际上，的确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你包括今年3月以来，美国国内要求美政府公布关闭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的真实的原因，这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要求查清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这个是什么关系？这方面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那么美国不是要公开透明吗？不是要调查吗？我们中方在信息公布方面一直是公开透明的，我们也一直支持世卫组织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开展相关的工作。不知道美方可不可以履行他的一个信念，也公开透明，像中方一样公开透明呢？不知道美方他可不可以开放德克里特堡生物基地，开放它在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生物实验室来接受国际社会的独立调查。那么美方可不可以接受邀请世卫组织或者国际独立调查团、独立调查的专家去美国去调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它真正的起源和美方的应对情况呢？我想这都是大家一个疑问。那么我也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找得到的美国媒体自己的报道。所以我想，如果美方在不断的去讲透明的问题、实验室的问题，其实我想请他们做个榜样，他们首先开放一下他们的这些那么多的生物基地，那么也让专家去调查一下